诸位老朋友，现在抬起你的手，摸一摸头顶，摸到发旋了吗？是一个旋还是两个旋？我跟你讲，你头顶这几个旋是你一生契机的收口，更是你这辈子的命门。头顶上如果只有一个旋，这种人一辈子走一条路，契机归一，在世俗里头安安稳稳过一辈子，这是福气。但是如果有两个旋的话，你心里是不是马上就要打鼓了？咱们老辈人经常在嘴边挂着一句话，说单旋好脾气，双旋降到底，甚至街头巷尾那些看相算命的，说什么双旋的这种人命硬，长大了要克父母，克亲人。很多朋友就带着这个心理包袱，战战兢兢地活了大半辈子，觉得自己是不是个天生带霉气的人，是不是真的命不好？我告诉你们，大错特错。那些人只看到了一层皮，却把最精髓最好的那一半给完完全全的漏掉了。什么叫命硬？什么叫克人？你们要晓得，那你头上长了两个旋，原因只有一个，你这辈子比别人多带了一份东西来。难养是真的，为什么小时候难养？你想想看，你带了两份东西来，你身上的气机比一般孩子要大，要冲，你要走的路子跟别人天生就不一样。你小的时候，那股比常人多出来的气在你身体里头乱撞，你没有地方发泄，你当然调皮，当然犟，甚至老生病。你那不是脾气坏，你是天生的精力没地方放，气机不顺。但你要说这叫命硬，这叫克人，那就是彻头彻尾的冤枉你了。你不仅不克人，你还要扛比别人重得多的担子。我们晓得吧？咱们头顶上的这个旋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很多人以为那不就是头发生长的一个坑吗？那就是个生理特征。错了，佛法讲得很清楚，人体是个极其精密的小宇宙，咱们人身上这个精气神，这个气脉，它在全身百脉里头走来走去，从脚底心升上来，顺着脊梁骨往上走，走到最后总要有个收口的地方，对不对？就像咱们家里包一个大包子，捏到最后那个面疙瘩要在哪里收口？就在头顶。你一身的气到了头顶一收口的地方，气机交汇，就打了个转。你的头发只不过是顺着那个无形的气机打转的方向长出来的罢了。旋不是长在皮肉上，它是长在你的气上头。一个旋就是一个口子，一条道，一扇门。头顶上是两个旋，那就意味着你生下来就有两个口子，这代表着你这辈子身上的气机要分两处走，你的人生注定要走两段截然不同的路。你们要晓得，人生的前几十年，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要成家立业，你要养老婆孩子，你要赡养老人，你要在社会上跟人家去争，去抢那一口饭吃。那个时候你只能用第一个口子。哪个口子？往外放气的口子。你把所有的聪明才智，所有的精力全顺着这个往外的口子喷出去了。你那时候拼命折腾，脾气也大，吃尽了苦头，那是对的。因为第一个口子正开着债，你要去还世间的债。可是你们这群长了两个旋的朋友，前半生往往比别人辛苦得多。因为你气机旺，你不服输，你总觉得该干点大事，别人舒舒服服过小日子，你闲不下来。这是因为你第一个口子开得太猛，你在世间法里头扎得太深。但是岁月不饶人啊，现在你老了，你60、70了，该退休了，儿女也成家了，世间的责任你也扛得差不多了。这个时候你发现没有，你那个往外放气的口子慢慢的觉得没劲了，力不从心了，要关上了。
很多人到了这个时候，心里空落落的，觉得人生走到头了，觉得自己没用了，每天坐在沙发上长吁短叹。我告诉你，千万别慌，既然你有2个弦，就说明你还有第2个口子在等着你。这第2个口子是干什么用的？前面那个是往外开的，用来在红尘里摸爬滚打，用来还债。晚年这个是往里开的，这就是你晚年注定要走上的另一条路，修行这条路，了生死这条路。你前半生所有的折腾，受过的所有的苦，都是在为打开这第2扇门做铺垫。那这第2个口子到底什么时候开呢？它开的时候到底有什么预兆？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先弄清楚这个弦的具体来历，认清你顶上的契机究竟是哪一种走法。咱们老祖宗对这个东西那是大有讲究的，你不仅要看它是1个还是2个，你更要摸一摸，看它是长在什么位置，往哪边转。今天老头子我教你们自己对号入座，你认清了自己头顶的契机走势，你晚年这条路就知道该怎么往下走了。佛法讲得很清楚，万事万物都逃不开阴阳，你仔细看看你那个弦，它是顺着左边打转还是顺着右边打转？左边属阳，右边属阴。如果你头顶的弦是往左边转的，说明你身上的阳气重，气机往外放得特别凶。这种人啊，前半生往往冲得猛，胆子大，敢闯敢干。但是你们要晓得，放得越猛，收的时候反作用力就越大。这种人到了晚年，那个向内收的口子一旦打开，反转来的比谁都急。如果是往右边转的呢，那就偏阴柔一点。这说明你身上的气机早就有一种往里收的倾向。这种人你会发现，他年轻的时候就不太爱凑热闹，性格比较内敛，不太合群。别人去喝酒打牌，他宁愿一个人在家里待着。他晚年走向修行这条路是非常自然，水到渠成的事。你再摸摸他的位置，要是这个弦端端正正长在头顶正中间，哎呀，这非常好，这说明气机中正，不偏不倚。这种人一辈子做事四平八稳，不管前半生有多累，他心里头始终有杆秤，不容易走极端。要是长得偏前呢，靠近脑门心了，这叫气浮在上面。这类朋友早年往往顺风顺水，聪明的早，学东西快，但是气太浮，沉不下去。到了中年，往往容易栽跟头，总觉得辛辛苦苦干了一场，心里却空了一大截，好像什么都没抓得住。要是长得偏后，靠着后脑勺了，这叫气沉在下面。我告诉你们，长在偏后的人，早年多半要吃苦头。别人轻而易举能办成的事，他非得脱层皮才能办成，这叫笨鸟先飞。但是你别气馁，气沉得住，晚年的福报反而比谁都厚重，这叫大器晚成。你要是长了2个弦，那更是错综复杂。这2股气机在你头顶上拉扯了大半生。我给你们讲个故事，你们听完就明白了。这个气机一动，人是控制不住的。前几年有个做生意的女老板，姓刘，大家都叫她刘董。她就是典型的头顶双弦，而且2个弦都偏前，气机冲得极其厉害。她这个人啊，要强了一辈子。早年白手起家，在商场上那真是杀伐决断，雷厉风行，手底下的男员工都怕他。他不仅脾气大，掌控欲还极强。到了快65岁了，按理说一个女人钱也赚够了，该退下来享享清福，养养心了。他偏不，公司里大事小情他依然一把抓，别人谁说的话他都听不进去。最可怜的是他那个儿子，被他安排得明明白白。儿子在公司里当副总，
不管干什么，刘董都要插手，当着外人的面把儿子骂得狗血淋头，逼得30好几的儿子整夜睡不着觉。去医院一查，重度抑郁倾向。他老伴苦苦劝他，老婆子，咱们什么都有了，你歇歇吧，放过儿子，也放过你自己行不行？你猜他怎么说？他眼睛一瞪，我一放手，这摊子不全砸了？他懂什么？你们看看他那个往外的口子开得有多大，拼命往外漏气，死活不肯关。结果怎么样呢？天道规律是不讲人情的，到了该收的时候你不收，他就会用极其猛烈的方式逼着你收。有一天公司召开极其重要的高管会，为了一笔大生意，两拨人在会议室里吵得不可开交。刘董坐在主位上，听着下面闹哄哄的，火气腾的一下就顶到了脑门上。他猛地站起来，刚举起手要拍桌子骂人，就在那一瞬间出事了。他后来跟我形容，就在手快碰到桌子的那一刹那，他突然感觉自己头顶上，也就是那2个悬的位置，像被冰冷的锥子猛地扎了一下，紧接着全身的气血轰的一下往上倒涌，2只耳朵里头嗡的一声巨响，就像有一列火车直接开进了脑子里，极其剧烈的耳鸣。本来会议室里的人都在声嘶力竭地吵架，可是那一刻，在他听来，周围所有的声音都变成了极其空洞的回音，就像他整个人被按在了深水底下，看着上面的人在张嘴说话。他看着那些高管因为争夺一点提成而扭曲的面孔，突然之间他觉得这一切极其荒谬，极其滑稽。就在这时，他心里咯噔一下，像是有个声音在问他，你这大半辈子到底在争个什么东西？100年之后，这些烂账跟你有1分钱关系吗？就在这短短的10几秒钟里，刘董身上那个往外漏气的口子啪的一下强行关上了。他脑子里前所未有的清明，他慢慢把举着的手放下来，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浊气，然后非常平静地说了一句，都不用吵了，我不干了，今天起我正式退休，字我已经签好了，公司全权交给我儿子，你们看着办吧。说完，他连桌上的保温杯都没拿，推开门就走了，留下一屋子人面面相觑，以为他疯了。现在的刘董怎么样了？天天在家里阳台上养兰花，学着数呼吸，打坐对儿子的事，他哪怕看在眼里，也绝不开口多说半个字，彻底放手。结果呢，儿子没了他那股强势的压迫，放开手脚去干，不仅把公司管得井井有条，抑郁症也慢慢不治而愈了。你们想想看，这就叫契机的强行扭转。你以为是他自己想通了，不是的，是契机转到了那个节点，那第2个往里的口子强行打开了。可是啊，老头子，我一讲到这里，很多老年朋友心里头就起疙瘩了。大家往往会想，你看像刚才讲的刘董那样，年轻时光顾着赚钱养家，脾气大，跟人争利，压根儿不懂什么因果修行，现在到了晚年，契机收了，才想起来要向善，是不是已经晚了？我告诉你们，一点都不晚。你头顶上既然长了2个旋，前半生为什么非要先用那个往外的口子不可？道理很简单，因为你只有这一身的气脉，你拿嘴巴吹气试试看，能不能在往外吹气的同时又往肚子里吸气？绝对做不到。一个人不可能在同一个时间既把精气神毫无保留地扑在滚滚红尘里，又做到心如止水地向内去收。你们要晓得，咱们来到这个世上，每个人身上都背着沉甸甸的债，父母的恩情你要不要还？儿女你要不要养？你要吃饭穿衣，
要在社会上立足，这就逼着你必须把头顶上那个往外漏气的口子开得大大的，你不开这么大，这个家你怎么养？所以很多老朋友现在年纪大了，坐在家里听人讲点经，念点佛，心里头突然一阵后悔，甚至觉得害怕，跑来问我，哎呀，我年轻的时候脾气暴躁，为了抢点生意跟人打架，整天满脑子都是钱，别人叫我去庙里烧个香我都坐不住，我是不是造了很大的业？我现在才开始信这些，是不是已经晚了？我告诉你们，千万不要有这种心理包袱。你年轻时候坐不住，根本不是你不信，而是你身上的因缘时机压根儿就还没到。你那个时候身上的气机全在第一个口子里往外冲，你要还世间的债，你要把属于你在红尘里的那部分因果给了结掉。没有前半生在泥坑里摸爬滚打的你，就不可能熬得出今天坐在沙发上心里想要图个清净的你。这两段路是承接的，绝不是割裂的。我给你们讲一个咱们近代极有名气的人，你们肯定都听过他写的歌，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对不对？李叔同，也就是后来的弘一法师。你们看看李叔同的前半生，那就是把往外的口子开到了极致的典型。他是富家公子出身，才华横溢到了什么地步？咱们中华文化里头的风雅，西方艺术里的时髦，红尘俗世里头最顶尖最灿烂的东西，他一个人全占尽了。他身边每天围着的都是名流士子，他教出来的学生也都是响当当的人物。这个时候的李叔同气机是完完全全向外放的，他要把自己的才华像烟花一样在世间法里头炸个通透。那时候谁要是跑去跟他说，李先生你放下吧，你跟我去深山里打坐，他肯定觉得你脑子有毛病。可是到了他39岁那一年，气机转了，因缘到了。39岁对一个男人来说正是事业最鼎盛名气最大的时候，但他突然之间什么都不要了。不是因为受了什么打击，也不是因为破产了，而是他身上那个往外喷薄的口子到底了，漏完了，世间的因缘他尝透了。紧接着顶门上第二个向内收的口子轰然洞开，就在杭州的虎跑寺，他决然地剃了度，披上了袈裟。当时他的结发妻子听到这个消息，简直像五雷轰顶。一个深秋的清晨，天下着冷雨，妻子雇了一叶扁舟，在湖心追上了已经出家的李叔同，两只小船靠在一起，妻子站在船头，看着眼前这个曾经鲜衣怒马的丈夫，现在却光着头，穿着灰布深衣，眉眼低垂，雨水打在妻子的脸上，他哭得撕心裂肺，喊他的名字，书童，你真的就这么绝情？你跟我回去吧。李书童站在对面的船上，双手合十，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他只看着水面，极其平静地回了一句短促的话，请叫我弘一。妻子绝望了，大声问他，弘一法师，请你告诉我什么是爱。他垂着眼帘，语气没有一丝波澜，爱就是慈悲。说完，他转身走进船舱，吩咐船夫摇桨，小船在冷雨中掉头，慢慢引入西湖的白雾里，连头都没有回。那一刻，世间再也没有那个风流才子李叔同，只有一位持戒极严了脱生死的律宗大德弘一大师。很多人看这段历史觉得他太狠心，佛法讲得很清楚，这不是狠心，这是大决断。他如果心里那个往外的口子没有彻底关严死，他能在西湖上走得那么干脆吗？更重要的一点，你们要晓得，
世人总觉得李叔同前半生写字画画、娶妻生子，跟后半生的青灯古佛是互相矛盾的，大错特错。没有前半生那个把红尘百态尝遍了，把世间才华挥洒尽了的李叔同，就绝对成就不了后半生那个极其笃定、万念俱灰的弘一法师。他前半生写的每一首诗，喝过的每一口酒，动过的每一份情，通通都没有白费，全都是他在积攒走向后半生那道门的资粮。回过头来看看你们自己，你们可能会说，我们是普通老百姓，哪有李叔同那么大的才华，那么大的名气，道理是一模一样的。李叔同的红尘是写诗作画，你的红尘就是在车间里踩了30年的缝纫机，在黄土地里流了40年的汗，是为了给儿子买房跟亲戚拉下的脸面，是深夜里为女儿生病熬红的眼睛。你受过的那些委屈，你吃过的那些苦，你年轻时动过的那些贪嗔痴的念头，通通不是白费的。那是你在过你自己的李叔同阶段，现在你老了，你该还的再还了，该尽的则尽了，世俗这笔账你已经结清了。所以千万不要再去揪着前半生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后悔，你要把眼光往上看，看看你头顶上的第二个口子，你的气机已经开始往回收了。这个时候呢，你最该关心的不是过去，而是现在。很多人又要问了，老头子，你说气机往回收，第二个口子要开，可是我一个凡夫俗子，我又看不见气，我也摸不着脉，它开的时候到底是个什么动静？我怎么才能知道我身上的气机已经变了呢？我告诉你们，天底下最诚实的就是你这个肉身。第二个口子打开，你的身体会实打实地掀起反应，而且身上会冒出3个极其明显的征兆。第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你睡觉变少了，但是你一点都不困。俗话说老人觉少，但你们要晓得，很多老年人睡不着，那是心里头有事，或者身上有病，翻来覆去烙饼，到了白天萎靡不振，打瞌睡，那叫失眠，那是消耗。可是当你的第二个口子开始往里收的时候，这种觉少是非常清醒的。你可能到了半夜3、4点钟自然就醒了，醒了之后你不想翻身，也不觉得烦躁，就那么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风声雨声，心里头出奇的痛快。等天亮了起床，一整天精神抖擞，哪怕中午不睡午觉，你也不觉得累。这个道理很简单，人为什么要睡觉？因为你白天顺着往外的口子，把精气神消耗的太多了，像个漏了气的皮球，晚上必须得通过深度的昏睡来充电。可是现在你那个往外漏气的口子关小了，气机开始向内收敛，你的身体就像一个不漏电的满格电池，根本就不需要那么长时间的昏沉了。紧接着第二个变化就来了，这个变化最吓人，很多人就是在这个阶段跑偏的。什么变化？就是你头顶上，特别是你那2个弦的位置或者正脑门心，会经常感觉发胀发麻，有的时候甚至觉得头皮发紧。我在这里必须要给你们画一条红线，大家千万要听仔细。如果你觉得头晕目眩，手脚发麻使不上劲，那是生病。这个时候什么都别管，赶紧叫儿女送你上医院看医生。这不是开玩笑的，咱们学佛修行，首先得尊重科学，尊重肉身。但是如果你跑去医院，医生跟你说，老人家你啥毛病没有，身体棒棒的，可是你一回到家，夜深人静的时候，头顶那个地方还是突突的跳，还是发麻发热，那我告诉你，恭喜你，这绝对不是病，
佛法讲得很清楚，气脉运转到了顶轮，这是无形的真气在撞击你那第二道门，那个往里开的口子就像一个封闭了几十年的老屋子，现在要把天窗顶开透透气，他在呼吸啊，这时候你该怎么办？千万别理他，不要拿手去使劲揉，不要去按，更不要听信外面那些江湖骗子去搞什么推拿开顶。你只要不去管他，觉得头顶胀得厉害了，你就把注意力往下放，想想自己的脚底板，把气往下引一引，平时少熬夜，顺其自然，过一阵子他自己就通透了。第三个变化就是你的梦境变了。人在红尘里打滚，做的梦多半是乱七八糟的，要么是梦见找厕所找不到，要么是梦见被人追着跑，醒过来一身冷汗，心里砰砰直跳，这是因为身上的浊气太重，等到你顶上那个口子开始往里收，浊气下降，清气上升，你的梦就变了。你会开始频繁地梦见极其安静的景象，比如梦见一汪深不见底的清水，梦见高高的雪山，梦见自己一个人走在空旷的原野上。这种梦没有情节，甚至没有别人醒来之后，你一点都不慌，反而觉得胸口像被凉水洗过一样干干净净。为了让你们把这三个身体的变化看明白，我给你们讲讲一个故事。有个开大货车的老司机，大家都叫他周叔。周叔这个人开了一辈子长途，风里来雨里去，那身上世俗的浊气是极重的。他一顿饭能喝半斤白酒，一天要抽2包烟，脾气像个火药桶，一点就着，说话全靠吼。他快60岁退休的时候，本来跟几个老哥们约好了，退休了啥也不干，天天就找个馆子喝酒打牌。可是就在他退休后的第2个月，他的身体突然不听使唤了。先是睡觉，半夜3点准时醒，醒了之后眼睛瞪得像铜铃，一点都不困。接着他连续半个月做梦，他跑来跟我讲，说邪门了，我天天晚上梦见自己站在一个巨大的深潭边上，那个水清得发蓝，冷冰冰的。我说你别急，再等等看。就这样又过了半腾月，有一天傍晚，他老伴炒了2个下酒菜，周叔高高兴兴地拿出他珍藏多年的老白干，倒了满满一杯。平时这酒一开瓶，他闻着味儿口水都要流下来，可那天他端起酒杯凑到嘴边，刚想喝一口，就在那个酒气冲进鼻腔的一瞬间，他突然觉得喉咙里像被塞进了一块大石头，死死地堵住了。紧接着胃里一阵极其强烈的翻江倒海，那股平时觉得香喷喷的酒味突然变得像下水道的干水一样恶臭。他强压着恶心，心想怎么回事，硬逼着自己抿了一小口，这一下坏了，酒还没咽下去，差点就吐出来了。他吓着了，不喝酒，那我抽根烟压压惊吧。他掏出香烟点上深吸了一口，那口烟刚进嗓子眼，他觉得像吸进了一口燃烧的毒灰，极其苦涩，呛得他连着咳嗽了10几声。这一下家里人全都吓坏了，他儿女一听，完蛋了，连烟酒都沾不得了，肯定是食道或者胃里长了不好的东西，不由分说。第2天驾着他去了市里最大的医院，里里外外查了个底朝天，最后主任医师拿着报告单，拍着周叔的肩膀说，老人家，你这内脏比40岁的人都干净，啥病没有。周叔拿着报告单，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愣了半天神。他突然想起了自己这半个月的清梦，想起了半夜醒来时那股子安定的感觉。那一刻他全明白了。他回去之后，把家里沉香的好酒全送了人，打火机和烟灰缸直接扔进了垃圾桶。
几十年雷打不动的烟酒，没有痛苦，没有挣扎，一天之内断得干干净净。那些老哥们再找他喝酒，他连连摆手，就在家喝点白开水。你们想想看，周叔这是病吗？这根本不是病，这是他身上的气机到岁数了，开始了大清扫。他不是脑子里想通了抽烟喝酒有害健康去强行戒除的，他是身体那个向内的口子强行打开了，天地间那股清净的气机一进来，他这具肉身直接开始本能的排斥和拒绝那些世俗的浊气，这就是气先动。我常常讲，人的肉身是个极其精密的仪器，它比你的脑子要聪明得多。当气机变了，你根本控制不住。可是光是身体变了还不算完，你们要晓得，身和心它是一体的两面。当你的睡眠变了，头顶通了，连身体都开始排斥以前那些红尘里的浊物时，过不了多久，你的心境同样也会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这个变化比身上的变化还要大，还要来得坚决。它主要有3个非常明显的表现，你们自己对照着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第一样，你会突然极其喜欢一个人待着。以前你可能是个热心肠，是个爱热闹的人，小区广场上跳舞，你总是站在第一排，亲戚朋友家里有个红白喜事，你跑前跑后张罗。可是突然有那么一阵子你变了，别人打电话叫你去吃酒席，你去了，刚坐下没20分钟，听着满桌子人高谈阔论，吹嘘自家儿子赚了多少钱，哪里的房子又涨价了，你心里头一阵阵的发紧，觉得极其刺耳。你连一句客套话都不想多说，只想找个借口赶紧回家。回到家里，把门一关，哪怕就坐在沙发上发发呆，或者看着阳台上的一盆绿植，你都觉得无比舒坦。很多人以为自己是不是抑郁了，是不是不合群了？你们要晓得，这不是你有心理问题，这是因为你身上那个往外漏气的口子正在往里收，你的元气不能再像年轻时那样无谓地散落在那些推杯换盏、东家长西家短的闲言碎语里了。气收了，心自然就静了。第二样，你大半辈子最上心的那件事，突然之间觉得没味道了。每个人年轻的时候心里都有个死死抓住不放的东西，有的人是爱面子，跟邻居争了一辈子高低，有的人是爱打麻将，一天不摸牌手心就痒痒，还有的人是把全部心思扑在孙子孙女身上，非要管着他们穿什么衣服，报什么补习班。可是有一天，你突然就像泄了气的皮球，或者说像是一下子从梦里醒过来了，老姐妹在楼下喊你打牌，你脱口而出不打了，没意思。儿媳妇给孙子买了件你觉得很难看的衣服，你张了张嘴，突然觉得随他们去吧，儿孙自有儿孙福。我操，这个空心干什么？这种没味道，不是绝望，而是一种极其清安的放下。这就是你头顶上第2个口子打开的明证，世俗里的那些执念再也勾不起你心里的火苗了。第3样也是最奇妙的一样，你会莫名其妙地对佛法、对修行的事生出欢喜心。有的人大半辈子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可是有一天偶然路过一家寺庙，或者路过放生池，鬼使神差的就迈进了门槛。到了大殿里，可能他也拜不下去，但是听见和尚敲了一下木鱼，听见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的唱诵，他突然眼眶一热，鼻根发酸，心里头莫名其妙的被狠狠撞了一下。我告诉你们，那根本不是你脑子里经过思考想要进去，而是你顶门上那个刚刚打开的口子，那个先天的气机，在跟天地间那种大慈大悲的磁场产生共振，它
他在贪婪地吸收着往里收的能量。可是啊，老头子，我也经常听到很多老年朋友在这个节骨眼上产生了一个极大的误判，他们感觉到自己不爱出门了，对世俗的事没兴趣了，心里头就生出一种极其悲凉的想法，心想，哎呀，我是不是老了没用了？我是不是被社会淘汰了？大错特错，你觉得没用，那是因为你那个用来在红尘里争名夺利，那个有用的你确实是在退场，但这恰恰是你这辈子最大的福气，因为那个世俗的门关上了，出世间的门才能打开，你不再去管那些虚无缥缈的面子应酬，你把剩下的这点极其宝贵的精力全部用来面对你自己的内心，用来思考100年之后你这具肉身要往哪里走。世间的人觉得你没用了，但在天地契机和菩萨的眼里，你这个人现在才刚刚开始真正的有用。讲到这里，我要给你们敲一记重重的警钟了。如果契机到了，你的身心明明已经给你发出了要往里收的信号，这个时候如果你死死抱着世俗的名利不放，非要逆天而行，会有什么后果？你们要晓得，那是非常可怕的，那叫契机错乱，必生灾殃。我给你们讲讲咱们历史上一个极其有名的人，南朝的大才子谢灵运。你们可能听过他一句话，天下才共一时，曹子建独占8斗，我谢灵运占1斗，天下人共分1斗，这就是才高8斗的来历。谢灵运这个人出身顶级名门望族，家才华盖世，而且他其实是个非常有佛缘的人，他头顶上那个往里收的口子早就开了一条大缝了。他信佛，甚至亲自参与过《大般涅槃经》的润色和翻译。他临终前还把自己的漂亮胡须剪下来，布施给寺庙，装点在菩萨像上。他心里对修行绝对是动过念头的，而且不止一次。按理说他这么好的根基，早该把世间的功名利禄放下，好好的清修了，对不对？可是你们看看他是怎么干的。他在出世和入世之间被2股气机撕扯了一辈子，那个往外贪图名利贪图享乐的口子，他到死都没舍得关上。他第一次做官，出任永嘉太守，到了地方上觉得官太小没意思，称病回乡隐居了。好，隐居就好好隐居吧，这本是关上门修行的大好时机。可是他隐居在干什么？他在深山里不打坐不修心，反而带着几百个仆人门客，天天在山里大兴土木，砍树开路，造极其奢华的亭台楼阁。他出个门，那是前呼后拥，钟鸣鼎食，把一个清静的山林搞得乌烟瘴气，跟世间的王侯将相没有半点区别。这就是烦心不息啊。没过多久，朝廷换了皇帝，稍微冲他招了招手，他那颗往外求的心立刻就按捺不住了，马上跑回京城去做大官。做了大官，他又觉得自己怀才不遇，天天写诗发牢骚，又请病假跑回东方去第2次隐居。他就这样来来回回折腾了整整3次，3次想要收心，3次都没收住。最后一次出任临川内史，他干脆连政务都不管了，天天带着一大帮人游山玩水，惊动了地方上的官府，别人还以为他要在山里招兵买马造反呢。你们想想看，他这是在干什么？他明明知道佛法的清净，他也向往那份解脱，但是他更舍不得红尘里的前呼后拥、面子和权势。这2股极其庞大的气在他身体里冲撞，往外关不上，往里进不去，最后硬生生把他人生的气数给冲散了。结果是什么？气数一散，灾祸就上门。有人向朝廷告发他在广州谋反，
文帝一纸诏书下来，谢灵运连个善终都没捞着，那一年他才49岁。老头子，我讲这个故事绝不是为了吓唬你们，我是要告诉你们一个实理，头顶上的口子开了，老天给了你机缘，你可以选择不去接，你可以装作不知道，但是他绝对不会再给你开第二回。一旦错过这个契机转换的窗口，你要么在世俗的烦恼里煎熬到死，要么就像谢灵运这样引来无穷无尽的祸患。那么既然知道了身心都在变，既然知道不能硬扛着不关门，我们到底该怎么接住这股契机呢？我前面说了，有的人是一个弦长在正中，有的人长在偏侧，有的人是2个弦，每一种弦对应的契机走向完全不同，你不能乱练，你得顺着自己的那个道去走。接下来我要教给你们4种弦的4种接法，这都是实打实的救命招数。不过在做这4种法门之前，你们每个人都必须先干3件事，不把这3件事干了，你后面念多少经都没用。这第一件事叫少应酬，你现在身上的气机已经开始往里收了，你的电池容量本来就不如年轻的时候大，你还天天跑出去跟人吃吃喝喝，听别人吹牛攀比，你在那个饭桌上哪怕一句话不说，那个嘈杂的磁场都在拼命地消耗你的精气神，你回到家觉得累得浑身骨头疼，为什么？气漏了。第二件事，少管闲事，别人家里2口子吵架，小区里谁家买了个什么车，哪个亲戚又在背后说谁的坏话，跟你有1分钱关系吗？你们要晓得，每一句闲言碎语，每一次跟着别人起哄生气，都是在强行扒开你那个好不容易要关上的世俗口子。第3件事最难，但是必须做，那就是少替儿女操不该操的心。很多老母亲老父亲一辈子是为了儿女活的，儿子30多岁了，还要管他早上吃什么。佛法讲得很清楚，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做马牛。每个人生下来都有他自己要受的苦，要还的债，你替不了，你硬要去管，不仅惹得年轻人嫌弃，更是把你身上最后那点修行保命的元气全部榨干了。这个道理很简单，这就好比你找了个特别清净的地方，准备好好的接一点天地间的雨水，结果你拿这个漏勺去接了1天，漏了1天，全白搭。不把这3个往外漏气的窟窿堵上，你哪怕天天坐在蒲团上念经打坐，那也是自欺欺人。好，如果你能做到这3点，把外面漏气的窟窿塞住了，那接下来老头子我就手把手的教你们，看看你头顶上是哪一种弦，你该用哪一种法门去接住你晚年这股清净的气机。第一种就是今天讲的最多的，头顶上有2个弦的人，你们这群人大半辈子被身上的2股气推着走，到了60岁前后，气机自己就会急转弯，你千万别抗，越挡越难受。你们要修的这扇门叫收摄门。什么叫收摄？因为你们前半生跑得太远，心思太散，现在要把放飞的野马给牵回来。老头子教你们一个最稳妥的法门，数呼吸，不要去搞那些花里胡哨的什么观想，你们就老老实实坐在椅子上，或者靠在床头上，闭上眼睛，不管脑子里冒出什么乱七八糟的念头，你只管盯着自己的呼吸，呼出一口气，你在心里默默数一个1，再呼出一口气，数个2，就这么一直数到10。如果数到4，突然想起厨房里水没关，或者想起了小孙子，念头跑了，怎么办？不要紧，念头散了，重新开始数。你们这群长了2个弦的人，
不用满世界去跑着找名山大川，也不用去找什么大师，就在你自己的家里，每天拿出半个多小时，把这口气顺好，先合再上，那个向内的口子自然就越开越亮堂。第二种，头顶上只有一个弦，而且端端正正长在正中间的人，你们这群人啊，福报很好，气机中正，你不会像双旋的人那样被命运推得大起大落。但是正因为你不被推，所以晚年这个向内的口子得靠你自己主动起一个念头去敲门，你去敲了，这扇门开得比谁都稳。你们要入的叫定心门，这种人修行，不管你是念南无阿弥陀佛，还是诵金刚经，还是打坐练气，都极其容易上路。但是老头子要严厉地警告你们一条大忌，忌贪多。很多人今天听说修这个好，赶紧去拜个师，明天听说念那个咒能发财，又换了一个，你本来气机就稳，你这么一通乱挖，全搅和散了。你挑准一门你最欢喜的，定下来，雷打不动，至少先死心塌地做满1年再说。挖井必须朝一个地方往下挖，才能出水。第三种，头顶上也是一个弦，但是长得偏在一边的人，气机偏在一边，说明你这一生中多半中途被命运狠狠地推搡过一次，可是那一推往往把你又推回世俗的泥潭里去了。到了晚年，你心里的杂念比较多，常常是坐在那儿想静一静，结果心里就像长了草一样，越做越烦。你们这种人，老头子教你们用出生的法子把偏掉的气拉回中道。你光在心里默念是没有用的，压不住那个偏邪的气，你必须出声。如果你信佛，你就每天定个时间，出声的诵经，出声的念佛号，不用太大声，但必须让你的耳朵听到你自己的声音。你要晓得，声音是有极强穿透力的震动的，你每天用自己发出的这种带有正能量的声音，在胸腔里，在头顶上震动，就是在用声波强行把你那股跑偏的气一点点给捋直了，拉回正中，配合着拜佛，绕着屋子慢慢走着念，效果更好。第四种，摸不到弦，或者那个弦长得极其平坦，看不清的人，这部分朋友可能会觉得失落，说老头子你讲了半天，我头上什么记号都没有，我是不是没法修了？错了，弦平代表你的气机是弥散的，不像别人有个明显的集中点。你们这类人往往是遇到家里一场重大的变故，或者儿女不经意间的一句话，突然就把你给点醒了，把你推进了这扇门。对于气机弥散的人，你让他干坐在那儿数呼吸，他5分钟都坐不住，浑身难受。你们要修的叫走行门，就是要通过具体的事、具体的动作来聚拢你的气。怎么做？你去买本字帖，每天安安静静地坐在桌前抄经，一笔一划，横平竖直，你的心跟着你的手落在那一张纸上，气就慢慢聚拢了。或者你多去做实际的布施，去孤儿院做义工，去菜市场买2条鱼放到江里，你是要在行的这个过程里，把你头顶上那个弥散的口子一点一滴的给凿出来。咱们今天把这4种法门给你们交了底，但是讲到这里，你们有没有停下来想一想，咱们大半辈子在红尘里摸爬滚打，吃尽了苦头，到了晚年又这么苦苦的收心向内去修，这到底是图个什么？难道就是为了坐在家里清静几天，或者为了在老朋友面前显得自己修养高吗？绝对不是。我告诉你们，人活这一世，不管你前半生多风光，赚了多少钱，
最终都要面对生死这道大关。我们一辈子哀苦受累，小心翼翼地养护头顶上这个无形的口子，为的就是临终那一刻，你的顶门能有一条明明白白的出路。佛法讲得很清楚，人到了临走的时候，四大分离，肉身的痛苦是非常大的。这个时候，你一生的业力牵引着你的神识灵魂，要找个地方出去。如果生前你的气机全是往外漏的，一天到晚贪恋红尘，怨恨儿女不孝顺，挂念存折里的钱，顶门死死地闭着，那神识就只能往下走，往下的通道，那去的地方就不堪设想了。可是如果你在晚年听懂了老天爷借着这两个弦给你的暗示，顺着气机把第二个口子养开了，平时把这个向上的通道给打通了，那么等到大限到来的那一天，你心里头没有丝毫恐惧，也没有任何挂碍，顶门一开，干干净净，直接顺着清净的光明上去，这就叫顶门有路，生死自在。这就是老天爷给你留下这第二道门最深层的慈悲。所以回过头来看看你前半生走过的那条路，挨过的那些刀子，生过的那些闷气，哪怕是生病卧床，你一步都没有白走，一样都没有白受。你今天能稳稳当当地坐在这里，静下心来听老头子讲这些话，全靠你前半生吃过的苦在给你打底子，没有那30年在外面受的磨难，你今天绝对坐不住。就像弘一法师前半生挥洒掉的才华，是在帮他凿开顶门这道缝的斧头，你的苦也是你的斧头。好了，今天这番话讲得够深，也讲得够透了。我知道你们很多老朋友年纪大了，记性不好，所以我最后再给你们啰嗦一遍，下面这几件事你们打死都别做。第一，只要你头顶发麻发胀，不头晕不眼花，那是气机在顶门冲关，打死也不许跑去找人瞎按瞎揉，更别花冤枉钱去搞什么推拿开顶，顺其自然就是最好的。第二，无用的饭局酒局能推全推，打死也别去凑那个热闹，不要再把宝贵的精气神漏在别人的闲言碎语里。第三，儿孙的闲事，不管他们是穿衣吃饭、买房买车还是带孙子，只要人家没主动跪着求你帮忙，你打死也别去多插一句嘴，把嘴闭上，把你操心的那个口子死死地堵住。这几句话一定要记住，你的气机正在往里收，千万别再逆天而行。接下来这几步你照着做，有2个悬的，老老实实在家闭着眼睛数呼吸，从1数到10，一个悬在当中的找准一部经或者一句佛号，死磕1年别换。忌贪多，一个悬偏在一边的，每天一定要出声念出来，把气拉正。找不到悬的，去抄经，去放生，去实打实地干活，就这么简单，照着做就行了，千万别再东张西望。你们要晓得，真正的修行不是让你天天躲在屋子里求神拜佛，天地间最好的风水其实就是咱们这颗人心最大的改命，不是去改外面的摆设，而是改你的念头，改你的行为，改你的因。你把心里那个贪图世俗的念头掐断了，这就是在改因，因一改，果自然就变了。今天老头子我把这套安身立命的法门毫无保留地交给你们了。如果你觉得今天讲的大实话对你这颗饱经风霜的心有点帮助，我希望你们动动手指给这个视频点个赞，关注我。更重要的一点，我希望你们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你的亲戚，你的老朋友。你千万别小看这个动作，这叫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你可能就是随手一转，
你的某位老伙计、老姐妹刚好今天心里憋屈得要命，正因为儿女的事气得睡不着觉，血压飙升，结果一听老头子这番话，他心里的结突然打开了，那个往外漏气的口子堵住了，你一句无心的提醒，就让对方少造了一场业，少走了一段弯路，甚至挽救了一家子的家运，这就等于救了人一命啊！这就是你在实打实地积福，这功德是无量的。最后，我希望你们听完之后，都能在评论区里留下一句善言。你可以留一句愿家宅平安，或者留一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哪怕就是一句感恩。文字是有力量的，念头是有极其强大的能量的。当咱们千万人的善念汇聚在这个屏幕底下形成的那个清净慈悲的能量场，威力是极其不可思议的。你今天发出的善念，写下的祝福，最终都会化作无极的能量，加倍的回向到你自己和你的家人身上。